盟友对于美国来说，那就是用来牺牲的，不能做自己的垫脚石，就把它变成对手的绊马索。以现在美军在中东的狼狈表现来看，想保持在亚太的力量威慑毫无可能。那么相比于保护韩国，反而引爆半岛才更符合昂萨人从哪里撤离就彻底摧毁哪里的奏性。尹锡悦的闹剧真的是造自己的反，还是功败垂成的战时总统将整个东北亚拉入战争泥潭的功败垂成？历史以后会给我们答案。所以李在明看似滑不溜手的对美国打太极，实则是全速推进暗度陈仓，反复的强调半岛和平优先，再也不提无核化了，而且快速的恢复中韩的合作。因为从地缘上说，没有人比我们更愿意且需要半岛长期和平和稳定，且保持现状。但期待我们提供安全保障是不现实的，那最好的策略就是坚持政治解决半岛问题。什么叫政治解决？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啊，就是利益绑定深入的各方必须要考虑伙伴国家的态度，而不能采取激进的方案的意思。你别看川普要格陵兰啊叫得很凶，但是只要有北约的存在，他就没有办法像对巴拿马或者委内瑞拉一样搞强取豪夺。那在明给自己选取的这个政治解决的保险阀就是金砖国家，一边高调与巴西总统卢拉以同工总统的友谊确立双方的友好基调，然后加大对巴西的投入，随后对印度和南非都是亲自出访，然后投资加大合作，尤其是对俄罗斯的合作啊，堪称巧妙。现在啊，俄朝合作，李在明曾经直言让自己很难做，但是不是有个小日本的吗？啊，这多可爱呀，巧不巧呢？俄罗斯啊，一拿南千岛群岛来敲打日本，韩国就默默的主张慰安妇问题和独岛的归属。就问啊，每次开会，你最大的对手的秘书都愿意给你投票，你愿不愿意给他个机会呢？这机会就给在了北极航线上啊，这一手牌打得实在漂亮。既不是贸易合作，也不是产业合作，航道破冰，哎呀，简直是个天才。为什么呢？我给你讲一下啊。首先啊，走北极航线必须得到俄罗斯的许可，许可本身就是对韩方立场的一个回应。其次，北极航道是到欧洲的最快路线，现在全球变暖，未来北极航道的通航窗口期必然扩大，且北极航道十分适合运输芯片、电子器件、新能源汽车这些利润高、怕热且需要保障交货时效的产品。普京大帝对北极航道极其看重，近3年的远东峰会上都是一再强调北极开发对俄罗斯未来发展的意义。大家可以把地图打开，韩国的位置对于北极航道来说确实是得天独厚，而造船业和航运服务本来就是韩国的重要的支柱产业，在这个维度上，对俄罗斯开发北极航道的价值是朝鲜所不能提供的。韩国希望实现2030年常态化商业通航的这个国家目标，本身也是对俄的一个承诺呀。同时啊，这种西方盟友对俄罗斯关系的破冰，在政治上是很重要的一种表态。围堵最关键的是不能有缺口，而韩国创造这个对俄合作的缺口本身是一种示范，既避开了所有制裁的方向，我通航嘛，只要从人家门口过，要个许可，合情合理。可如果西方没有就此制裁的话，那其他国家跟俄的合作也会逐步展开。很多同志们会觉得，那这岂不是抢了我们的生意？本来只有我们才有北极航道的唯一通行经验。实际上呢，还有一些同志说，哎呀，韩国在半导体产业上跟我们有竞争，要提防。你这属于是开小卖部的思维啊！韩国人口只有不到6000万，面积跟浙江省差不多，人口还少1000万。小国的体量就决定了它永远只能配合大国的产业，尽量多分一杯肉多点的羹，而不可能进行取代和竞争。从中韩快速升温的合作和贸易规模来看，我们对这个邻居的价值和定位都是一个积极的态度哦。如果说对美周旋，韩国是显现的它的隐忍和蓄力，对俄是筑牢自己的安全底线，那么对华外交的急速破冰就是李在明破局战略的一个核心的胜负手。昨天啊，韩联社的2条间隔10分钟的快讯就完美的诠释了李在明的精准和果断。第一条快讯，韩联社说的是王外长访韩期间啊，总统会见事宜仍在统筹考量，尚未敲定。仅10分钟之后，紧急更新快讯，官宣李在明将亲自在青瓦台接见王毅外长。10分钟从谨慎考虑到即刻敲定，没有冗长的流程推演，直接把对咱外长的接待规格拉满，没有反复的外交衡量，这份极致利落的决策速度就是态度本身。今年7月啊，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成为韩国的第1大市场。韩国在跟美国讨价还价投资款分期付款的这1年多的时间里，
对我们的投资那真是一刻不停。截止今年4月，前10大对华投资项目已经累计了1190亿美元。这是累计啊，不是一年的啊，说明一下。三星、SK 集团、LG 新能源、现代汽车都是韩资在华布局的主体力量，投资主要方向都集中在半导体产业供应链、新能源汽车和汽车的零部件领域。说白了，韩国财阀它也是要赚钱的。现在拥抱中国完备的产业链，既赚钱又安全，还是去跟美国跟那些一眼望不到头的工会、环保政策反复无常的这个首脑和稀碎的供应链以及老旧的这个能源体系 battle， 他们心里是有数的。很多同志们会觉得，那华尔街持股韩国的公司，所有的决定都会优先美国。这个你属于是想当然了。我问你你要是股东，你想公司赚钱，还是想让公司为了一个天天捞偏门的政客去跳那个火坑？如今中韩自贸区也在加速的推进过程中，本来中日韩自贸区，韩国只是个配菜，现在直接升级为唯一的合伙人了，而且至关重要。中韩区域一体化的基础呢是中韩自贸协定，2015年签订，至今都是我国贸易额最大、领域最全面的国别自贸协定。我当时参与过很多中韩制造业的合作项目，其实中韩在制造业的合作基础上是非常扎实的。韩国在2026年国政任务中重新写入构建首尔经平壤到北京高铁路线连接的这个设想，计划于27年到29年恢复韩国段的施工，就是对我们之前这个合作的投名状级别的推动。你以为是个笑话，其实铁路是与我们进行区域一体化的必要条件。理解一下泛亚铁路，你就能明白了这一步有关键的意义。那接下来一旦中韩自贸区进一步推动落地，中韩的贸易增速还会持续的扩大。只今年1到7月，中韩双边的贸易额就同比增长了 43.7%。随着中东盟自贸区日趋稳定，韩国的加入将关键性的推动区域经济的雏形搭建完成，人民币会在美国的最后的这个优势环节发力突围。8月21日，华盛顿号已经穿过马六甲海峡，离开亚太海域，这是2战以来西太平洋第一次出现美军的航母真空，无论什么原因都未出现过亚太无美国航母的局面，这本身就已经是非常明确的趋势了。留在所谓岛链上国家的这最后一道封印就是美元。韩国半导体产业的价值和中韩之间巨大的贸易额将对人民币形成强大的支撑，这才是韩国真的敢对美国说 no thanks 的底气。届时，中国、东南亚、韩国乃至俄罗斯形成的以人民币为重要流动性基础的巨大区域经济，具有着极其丰富的想象空间。然后这个时候你再看撅在沟里的日本，那简直是双喜临门。11月的 APEC 真正的主角可能并不是2刷的特朗普，而是诚意满满的李在明，大家拭目以待吧。这么长的看完了，关注一下吧。